这个性感的美女秘书竟往饮料中加入了不明药粉，老板喝下后没多久，很快便意识模糊了起来。女人魅惑的眼神和性感的身姿，瞬间让男人沦陷其中。可男人不知道，就在他释放欲望的时候，一个摄像头已经偷偷录下了这一幕。而这个女秘书可不简单，长相姣好、身材高挑的她，出门经常是动人的装扮，到富豪身边当秘书也是提前谋划好的。但女人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王成斌是一名私人侦探，这天公司里来了一名特殊的客户，知名乡镇企业家秦怀国的妻子周晴。周晴怀疑丈夫有外遇，便委托王成斌暗中调查。接受委托后，王成斌将目标锁定在了秦怀国的秘书于飞身上。然而经过1个月的跟踪和偷拍，王成斌却没发现两人之间有任何越轨的行为。调查公司的老板黑哥了解情况后，就令他停止调查。然而王成斌的心里还是泛起了嘀咕，莫非这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在生活作风方面当真没有任何问题？就在王成斌打算收手的时候，一个意外却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。王成斌跟踪秦怀国来到一家饭店，并在包厢外偷听秦怀国在应酬中的谈话。这个于飞业务能力很是出色，伶牙俐齿的他将饭桌上的客户哄得开怀大笑。合作商们调侃秦怀国和于飞关系不一般，在几人的起哄中，两人还喝起了交杯酒。等到应酬结束，帮秦怀国挡酒的于飞已是酩酊大醉。秦怀国将他带到酒店休息，王成斌也偷偷跟了上来。结果就听到于飞充满暧昧的声音：“借我什么感觉呀？你是沈副总安排过来的秘书，他说你啊特别能干。”坏蛋！你小鱼，你这……小飞飞。于飞扭动着身体，用妩媚的口吻向秦怀国撒起了娇，显然是想和秦怀国发生点什么。可他没想到自己这招竟然不管用。见秦怀国想离开，于飞又以头疼为由，想让他帮忙按摩。秦怀国出于对下属的关心同意了，可于飞却趁机进一步撩拨秦怀国。意识到不对的秦怀国再次起身准备离开，于飞见状彻底急了，直接抱住了秦怀国，随后更是缓缓脱下外衣，想赤裸裸地引诱秦怀国来一次深入交流。可他万万料不到，秦怀国真能坐怀不乱。今天喝多了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往后再这样，我开除你。此时门外的王成斌正听得入迷，可关键时刻却被酒店的工作人员打断，只能匆匆离开。看到秦怀国和于飞关系暧昧，王成斌认为这件事肯定还有探究的余地，但老板黑哥却认为案子已经结束，让王成斌不要再浪费时间。不甘心的王成斌打算用他的热情说服黑哥，称自己从事侦查员不光是为了钱，更多是出于对侦探的热爱和向往。见黑哥不为所动，王成斌便直接找到委托人周晴，向他报告自己的所有发现。只是王成斌至今都没能掌握确凿的证据，能证明秦怀国出轨。于飞在公司当秘书，这个也是周晴早就知道的事情。王成斌见状，只能恳求周晴能再给自己一点时间。但让王成斌没想到的是，周晴突然一改常态，表示不想再继续追查丈夫有无婚外情，觉得人活在世上有时糊涂一点也好，只要秦怀国不提出离婚，他愿意这样凑合过下去。王成斌闻言则认为周晴是对自己失去了信心，于是便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将事实的真相展现在周晴面前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一个惊人的真相竟慢慢浮现在他眼前。为了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，王成斌在秦怀国的车上和办公室里，以及于飞的住处都装上了窃听器。而正当他对自己的布局得意之时，于飞住处的窃听器竟传来了让他骇然的话语：“秦怀国就是这么在心的猫，他不上道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实在不行，就只能用狠招。”王成斌意识到，这个于飞的来头肯定不简单，他很有可能是受人指使，故意接近秦怀国，想逼秦怀国犯错。而果不其然，于飞见秦怀国油盐不进，这晚便想用更加阴险的手段逼对方就范。他趁着秦怀国送客户离开的功夫，在酒杯里撒入了迷药。可眼看秦怀国已把酒杯送到嘴边，忽然又有2名客户走了进来，将秦怀国拉去了隔壁包间。于飞的计划再次失败，顿时懊恼不已。而王成斌自从窃听到于飞的电话后，便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，抛下秦怀国转而跟踪起于飞，没想到却看见他和周晴密会。王成斌预感到于飞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，
而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已经呼之欲出。于飞和周晴分开后，又去见了另外一个人，可王成斌万万想不到，这个人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黑哥。王成斌在暗处听得分明，黑哥是在催促于飞尽快动手，不要再在秦怀国面前装清纯。于飞则认为欲速则不达，如果操之过急，只会引来对方的反感，这是需要按部就班慢慢来。反正你得快点啊，周青那2万块钱可值得你拿。你是等钱等着急了吧？这事儿成了，你拿的不更多吗？原来那天和于飞通电话的人正是黑哥。听到黑哥和于飞的对话，王成斌彻底傻了眼。到头来这一连串的事件，竟都是周晴一手安排的。她不明白周晴为何要设计让丈夫出轨。而当王成斌来到秦怀国公司的楼下时，谜底揭晓了。他窃听到了更加劲爆的消息，在秦怀国的办公室里，周晴竟和副总经理沈恒军调情了起来。这犊子可不等人啊！你那个于飞什么时候能把老秦搞定？原来这周晴不仅出轨丈夫的下属，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。周晴为了和情人在一起，便决定利用于飞暗算秦怀国，但沈恒军却始终忐忑不安，劝周晴打掉肚里的孩子。秦怀国患有不育症，如果让他看出周晴怀孕，那2人的关系迟早会暴露。沈恒军，你再敢说让我把孩子做掉这种话，小心我杀了你！看着周晴凶狠的模样，沈恒军不敢再说半个不字。2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们之间的谈话已通过窃听器完完整整地传到了王成斌的耳中。得知了真相的王成斌顿时震惊不已。然而好奇心害死猫，王成斌不知道，他的行为竟也将自己推入火坑。为了引诱秦怀国上钩，于飞这边又准备好了一个陷阱。他故意请了病假，哄骗秦怀国亲自来到家中取合同。看到桌上的蛋糕，秦怀国得知今天是于飞的生日。于飞称自己在这里没什么朋友，如今得了病，更觉孤单寂寞。秦怀国见他面露憔悴，便答应留下来陪他过个生日。于飞则故技重施，再次在饮料里倒入了迷药。而这回秦怀国没能逃脱，彻底踏入了于飞设下的陷阱之中。喝下饮料后，秦怀国只觉浑身发热，意识模糊。面对于飞缓缓靠近的身躯，他彻底丧失了理智。2人在屋里干柴烈火了一番。秦怀国不知道，这一切都被摄像机完整录了下来。于飞最终阴谋得逞。然而王成斌这边可就遭了殃，想赶来监听于飞的他，竟直接被一群大汉抓走。而这些人正是黑哥及其打手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王成斌的调查露出了马脚。于飞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，便打电话向黑哥报告。黑哥自然不想让王成斌搅黄自己的生意，王成斌就这样被痛打了一顿，但他仍没有放弃，继续自己的窃听计划。而此时的秦怀国已经惊醒，发现自己铸下大错后，他马上意识到是于飞搞的鬼。而于飞也不否认。见秦怀国异常紧张，还对他嫌弃万分，于飞顿时也来了脾气，竟威胁秦怀国要跟他结婚，否则就告诉他的妻子。不行，你不能找他。你就这么害怕你老婆啊？不是怕他，是……秦怀国的反常让于飞瞬间嗅到了什么，他马上加大力度逼问，结果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真相就此浮出了水面。原来早在结婚前，秦怀国和周晴之间就有一纸协议，哪一方先出轨就得净身出户。秦怀国拗不过妻子，只能在协议上签了字。殊不知自己早已掉入妻子处心积虑设计的陷阱中。此时的秦怀国打算给于飞一笔钱，就当2人之间是场一夜情。可于飞却眉头一皱，竟称自己看中的是秦怀国这个人，而非他兜里的钱。然而实际上，他的心里已经在酝酿一个惊人的阴谋。和秦怀国分开后，于飞就立马退掉了租住的房子，并停掉了手机。发现联系不上于飞，周晴顿时急得暴跳如雷。而他们不知道，此时的于飞正在向秦怀国展示录像机里的视频。大惊失色的秦怀国一把抢过录像机，想要将里面的内容销毁。然而这只是在做无用功，视频已经被于飞提前备份好。秦怀国这才恍然大悟，于飞3番5次勾引他，为的就是录下这个视频。秦怀国质问于飞的企图，不料于飞狮子大开口，竟向他敲诈200万。秦怀国顿时震惊了。可跟净身出户相比，秦怀国最终也只能认栽，并请求于飞宽限几天。此时的于飞已经做上了报复梦，可他万万料不到，就在他准备离开临时住的宾馆时，黑哥竟带人堵住了他。黑哥显然已经意识到于飞居心叵测，于是通过调查手段找到了这里。
直到于飞想用视频敲诈秦怀国后，他马上从对方的包里搜出了光碟和硬盘。为了避免节外生枝，黑哥将于飞绑在了屋内，待事成之后再还他自由。于飞的敲诈计划就此失败。而一切就绪后，黑哥和周晴开始准备用他们的战利品给予秦怀国致命一击。此时的周晴也不再藏着掖着，再次提起了婚前签的财产协议。老秦，咱们呢是先签离婚协议呢，还是先办财产过户啊？见秦怀国沉默不语，周晴便将光盘放进电脑中，打算让他看看铁一般的证据。然而让周晴大跌眼镜的是，光盘里存放的根本不是什么激情视频，只是一部普通的动画片。周晴慌忙又接入硬盘，结果发现硬盘里的数据也早已被清理一空。周晴和黑哥顿时满脸愕然，而一旁的秦怀国竟笑出了声。只见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，下一刻王成斌竟出现在3人面前。原来秦怀国能扭转乾坤，靠的正是王成斌。那晚被黑哥殴打之后，王成斌迟迟没有离开。等到秦怀国从于飞的屋里出来，王成斌拦住了他，并将所有的事情如实相告。两人商议之下，打算将计就计，看看周晴到底有何企图。秦怀国离开后，王成斌一直盯着于飞，这才知道周晴让于飞录下视频，竟是想以此逼迫秦怀国净身出户。于是他趁于飞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潜入屋中调换了光盘，顺带把硬盘里的内容也删除了。听罢王成斌的讲述，周晴顿时面色苍白，自己机关算尽，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秦怀国保住了自己的财产，但此刻他却是悲伤不已。自结婚以来，秦怀国时刻想着周晴比自己小10岁，便处处让着妻子，不敢让她受一点委屈，更不敢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。结果这一片真心付出，换来的却是爱人的背叛和算计。秦怀国向周晴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咆哮，周晴无地自容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最终秦怀国报了警，周晴和黑哥因为涉嫌欺诈遭到了逮捕。而王成斌虽然帮助秦怀国守住了财产，但他使用窃听器的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，等待几人的都将是法律的严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